不要轻易去动别人的因果，不要试图做你亲人命运的救世主，也不要妄想用你的焦虑去填平他们人生必经的沟壑。这听起来似乎冷酷无情，但请你听我说，你所有的过度操心，本质上都是对他人的掠夺。你剥夺了孩子摔倒后爬起的荣耀，你剥夺了父母面对衰老时应有的尊严，你剥夺了伴侣在错误中觉醒的契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世因果，都要在自己的剧本里完成轮回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最终都只能对自己负责。过度的干涉往往是披着爱的外衣，行着害的实质。我想给你讲一个关于果农的故事。这不是什么古老的公案，而是我一位居住在闽南山区的旧友的真实经历。我的这位朋友继承了一片很大的幼稚园，他是一个极其勤勉、富有责任感的人，也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回乡务农。他读了很多农业书，决心要种出最完美的果实。在那片园子里，有一棵长在风口上的柚子树，位置有些尴尬。每次台风过境，这棵树总是摇摇欲坠，枝叶被打得七零八落。朋友看着心疼，觉得这棵树太苦了，若是任由风吹雨打，恐怕活不过几年。于是他花了大价钱，专门为这棵树搭建了一个坚固的防风棚。甚至在干旱的季节，哪怕别的树只是偶尔浇灌，他也会给这棵树接上专门的滴灌管，精心调配营养液。他像照顾一个早产的婴儿一样照顾这棵树，每天还要亲手捉去树叶上的害虫，不让它受一点点啃噬之苦。3年过去，这棵树确实长得枝繁叶茂，叶片绿得发亮，甚至比周围那些在风雨里苟延残喘的同类都要高大。朋友很得意，觉得自己的慈悲干预改变了这棵树的命运。然而到了第4年，一场并不算太大的台风过境，防风棚因为年久失修倒塌了一角。第2天，当朋友走进果园时，他惊呆了，那棵被他精心呵护的柚子树竟然齐腰折断了，而周围那些常年被风吹得歪歪斜斜、皮糙肉厚的树，虽然掉了不少果子，却依然稳稳地扎根在土里。他请来了当地最有经验的老农，老农看了一眼那断裂的树干，摇摇头说：“这树是你杀死的，它的日子太好过了，根就不往深处扎，上面的枝叶长得越虚胖，底下的根基就越浅。风一来，它没有抓地力，也没有韧劲，不折它折谁？那些在风口里挨过打的树，为了活命，根系早就扎穿了岩石缝。它们懂得顺着风势弯腰，懂得怎么卸力。你替它挡了风，就是替它挡了生机。你替它除了虫，它就忘了怎么分泌苦味去驱虫。你以为你在救它，其实你是在废它。”那一刻，我的朋友站在椴树旁，久久无法言语。这不仅仅是种树的道理，这更是关于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隐喻。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是那个拿着防风棚到处奔波的果农？我们看着孩子面临升学的压力，恨不得替他背书，替他考试，替他扫除一切障碍。我们看着父母身体每况愈下，焦虑的整夜失眠，试图用各种补品和强硬的建议去扭转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。我们看着伴侣在职场碰壁，忍不住要去插手，去指点，甚至想动用自己的人脉去替他铺路。我也曾犯过这样的错，那是我父亲刚退休的那几年，他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，变得有些颓废和固执。我看着心急如焚，总觉得他这样下去会毁了晚年。于是我开始强势介入，我给他制定详细的锻炼计划，强迫他去参加老年大学，甚至在他想吃红烧肉的时候，像对待犯人一样严厉地把盘子端走，告诉他这对你的心血管不好。我以为我在尽孝，我以为我在用我的智慧替他避开衰老的陷阱，但我得到的不是他的健康和快乐，而是我们之间日益剑拔弩张的关系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
眼神里失去了光彩，甚至开始躲着我。有一次，他爆发了，他把那个计步器摔在地上，对我吼道：“让我按我自己的方式活，哪怕少活几年，我也想做我自己，而不是做你的提线木偶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如梦初醒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傲慢。我所谓的为你好，其实是为了缓解我自己的焦虑。我无法接受父亲衰老和不完美的事实，所以我试图控制他。我把我的意志强加在他的因果之上，这根本不是爱，这是对他生命主权的侵犯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有他必须亲自去走的弯路。孩子不亲自摔一跤，就不懂得膝盖破了会有多痛，他下次就不会看路。年轻人不在职场碰得头破血流，就不懂得什么是人情世故，什么是藏锋守拙。老人家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晚年，他就无法完成自己生命最后的和解与告别。你必须明白，痛苦是成长的催化剂，也是命运的必需品。当你焦虑孩子学习不好，担心他未来没有出息时，请你收起你的控制欲。你要知道，学校的成绩只是他人生因果中极小的一环。也许他现在是一棵不开花的树，是因为他的花期在后面，或者他根本就不是一棵花树，而是一棵参天大树。你强行要把它修剪成盆景，只会让它枯萎。它或许会经历挫折，或许会走弯路，但那些弯路会变成他脚下的后茧，让他将来走得更稳。当你焦虑父母的身体和固执时，请你学会闭嘴和陪伴。父母的衰老是天道，是不可逆转的秋叶飘零。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他们的思维方式，是他们几十年种下的因，如今结出的果。你哪怕再焦急，也无法替他们承受病痛，更无法替他们修行。你越是强行干预，越是让他们感到无能和被冒犯。你要做的，不是去当他们的医生或教官，而是当那个在路边鼓掌的观众，或者是在他们走不动时，默默递上一根拐杖的人。这是一种极其艰难的修行，叫做忍住不救。真正的慈悲，不是事必躬亲的拯救，而是不动声色的尊重。尊重他人受苦的权利，尊重他人犯错的权利，尊重他人按照自己的剧本演完这一生的权利。就像我们走在一条漫长的山路上，你的亲人，你的爱人，他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走。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即将踏入泥潭，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头顶乌云密布。你的本能是冲过去拉住他们，是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。但现在我要邀请你进行一次意识的转换，请你试着在心里构建这样一个场景，想象你自己是一条宽阔河流旁边的静观者，你的亲人是你最在乎的父母、孩子、伴侣，他们每个人都是河面上的一叶扁舟，水流有时候平缓，有时候湍急。你看到孩子的小船正在冲向一片乱石滩，船身剧烈摇晃。你看到父母的老船在漩涡里打转，似乎找不到方向。这个时候，请你深呼吸，感觉你的双脚牢牢地踩在岸边的土地上。你不要跳进水里，因为如果你跳下去，你不仅救不了他们，还会因为慌乱打翻他们的船，甚至把自己也淹死在他们的业力之河里。你要做的是站在岸上，保持稳定的目光。你的目光就是灯塔。你相信他们有能力驾驭这艘船，或者相信即便船翻了，他们也能学会游泳。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，我看见你的艰难，但我尊重你的命运，我就在这里。如果你需要，我会伸出手，但我绝不抢夺你的船桨。这种袖手旁观需要巨大的定力，它要求你克服自己内心深处那种被需要的虚荣感，和那种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会出事的恐惧感。你要把管闲事的精力收回来，用来修缮你自己的码头。你要知道，能量是守恒的。当你把过多的能量投射到别人身上时，你自己就会变得干瘪、焦躁、怨气冲天。
你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他们不领情？为什么他们不改变？这种怨气会变成一种毒素，反过来毒害你们的关系。反之，当你收回这些能量，专注于自己的因果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喜悦时，你反而会变成一个能量场强大的人。你的稳定，你的从容，你的不强求，会像定海神针一样，让周围的人感到安心。孩子看到一个情绪稳定、活出自己的父母，他自然会模仿你的坚韧。父母看到一个不再指手画脚，而是温和包容的子女，他们自然会放下戒备，感受到真正的孝顺。所谓的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是一句推卸责任的空话，而是一句洞察天道的真理。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，每颗种子都有自己的破土之时。你要相信，老天爷给每个人的剧本，虽然充满了坎坷，但一定有他的深意。那些跟头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摔，那些墙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撞。撞疼了，自然会回头；摔狠了，自然会看路。不要去做那个剪开蚕茧的人。你以为你帮了蚕，其实你是剥夺了它飞翔的能力。收紧你的欲望，不管是物质的欲望，还是控制他人的欲望。别人的因果是别人的功课，你自己的心态才是你的道场。从今天起，做一个冷眼旁观的慈悲者，把控制的手收回来，把祝福的心放出去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，别人的事边界分明，老天的事顺其自然。这看上去最自私的方式，才是尊重天道之下最温柔、最透彻的慈悲。接受它，放下它，然后走好你自己脚下的路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